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现在在我手上呢，就是 OPPO 暌违2年半，终于正式回归国际市场的 OPPO 旗舰 OPPO Find X8 以及 Find X8 Pro， 这次双旗舰都回归国际市场了。采用目前发哥最顶的天玑9400处理器，搭配上16GB 的 RAM， 并且在电量上堆好堆满。身为均衡旗舰，居然直接塞了591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，重点，整机还控制在215克，这个电量搭配上这个重量，手感真的不错。除此之外，在 OPPO 招牌的哈苏影像中，他们今年再次选择了直接塞进2颗潜望长焦镜头的方案。拥有1颗3倍潜望不够看 ，OPPO 再塞进了1颗6倍潜望，可以说是拍人拍远全面覆盖。总之，再次回归国际市场的 OPPO Find X8 系列表现究竟如何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一样先从外观看起，但是我只讲重点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在我手上呢，就是 OPPO Find X8 以及 Find X8 Pro 两支全新 OPPO 旗舰。今天我们主要会着重在 X8 Pro 的测试上 ，X8 就是会带到重点一起对比，不用担心。这次2款机型都是旗舰定位，也都采用天玑9400旗舰处理器，不过2台在思路上明显不同，我们就分别来看。首先来看 Find X8 Pro， 整体风格保有 OPPO 从 Find X6 开始的家族式 ID 设计。不过，这代舍弃了双材质拼接，采用了一种触感和手感都非常特别的后盖处理，摸上去是非常细腻的磨砂质感，在视觉上则是更像磨平的石材表面，但在纹路间会自然的透着光线反射，在特定角度下更有着淡淡的彩虹纹路，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到现场摸一摸的背盖处理，尤其这个细腻的触感真的舒服。镜头区块采用的是双层圆形堆叠的设计，搭配上亮银处理，让镜头模组看起来不显厚重。再加上周围有一整圈非常细的刻纹处理，再搭配中间的哈苏 logo 以及下方点缀的哈苏亮橘色点点，实际的精致感是非常够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前后2块采用的都是 OPPO 定制的超强晶盾玻璃，再搭配上轻量化的铝合金中框，最终 X8 Pro 的机身重量控制在215克，手感很好。并且 OPPO 也在侧边保留了3段式的按钮，波动的回馈感调得很好，上下推动就可以快速切换铃声模式。身为曾经的 OnePlus 老用户，这个3段式按键是真的经典，而且好用。而在 Find X8 这边，整个 ID 完全不同，同样拥有3段式按键，也是双层镜头的设计，也有哈苏 logo， 但没有 Pro 版本上面一整圈的金属刻纹。不过最大的差异还是标准版采用的是更加平直的中框设计，两面玻璃也是完全平面，但是标准版拥有极窄的萤幕边框，加上平直的机身处理。虽然风格不同，但质感也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我手上的钛灰版本，这个选色就是有透出来的高级感。最后在外观上还有3个重点必须知道。第一，这次 Find X8 2款不分 Pro 不 Pro 都有 IP68 以及 IP69 的防尘防水等级。IP68 的8代表的是支援水下 1.5 公尺30分钟的防水，而9代表的是通过80度高温每分钟15升的喷淋测试，可以抵挡高温液体淋到机身上的场景。第二，不分 Pro 不 Pro，2台都标配红外线发射器，可以直接透过手机控制冷气、电视等等家电。最后，2台手机都采用双面双 SIM 卡设计，支援双卡。盒装上同样有诚意，提供了包括110伏、最高80瓦的充电组，也都随附透明壳，展现美背。萤幕表面也都贴好了塑胶保护贴，打开来就有基本的防护。接着我们来看这次在 Find X8 Pro 上最大的重点——相机。这代 Find X8 Pro 整体的相机配置，我会用非常有个性来形容，包括采用了一颗5000画素、1.4分之1寸 Sony LYT808 感光元件的主镜头，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，没有往超大底去堆，所以从外观上就能看到 Find X8 Pro 整个镜头凸起并不算多，可以说是整体外观最平衡的 Oreo 镜头。另外一个主要优势就是留下来的空间 ，OPPO 直接一次塞了2颗潜望长焦镜头，在长焦上堆的料可以说是堆好堆满，并且这2颗长焦的底也不小，包括采用了一颗1.95分之1寸的 LYT600 5000画素的3倍潜望长焦镜头，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。第2颗潜望长焦则是做到了光学6倍，采用的是2.5分之1寸的 IMX858 感光元件，同样拥有 OIS 光学防手震。
而之所以可以塞进2颗前网的另一个原因是 ，OPPO 在上面的这颗3倍前网采用了3重反光棱镜结构，也就是光线进了模组之后，会经过2个棱镜，最终打在反着放的感光元件上。透过全新的路径设计，让整个前网模组做得更小更薄。最后再搭配上一颗5000万画素的2.75寸 JN5 超广角镜头，支援微距拍摄功能，在贴近静物的时候会自动切换。所以整体来看 ，Find X8 Pro 的镜组规格明显想走的是全焦段覆盖的路线，尤其是国际版旗舰普遍缺席的3倍前网，这次在 Find X8 Pro 上面同样被保留下来了。很多人会觉得3倍前网不够看，但是相信我，玩了这么多手机，如果论拍人以及实用度来看，3倍长焦还是非常实用好用的焦段选择，在日常的泛用性上更高，可能没办法拿来宣传，但实际很好用的一颗镜头。但是别忘了，如果你是要拍远拍演唱会 ，Find X8 Pro 同样塞了一颗6倍前望长焦，做到高倍率覆盖，最大也可以达到120倍的 AI 超高倍率变焦。而在 Find X8 这边，整体规格相对中规中矩，主镜头换成了 LYT 700 1.56寸5000万画素感光元件，其他2颗就是 Pro 版同款的5000万超广角搭配5000万3倍前望长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Find X8 Pro 的侧框上 ，OPPO 也加入了实体快门按钮的设计，不过放的位置靠内，所以就如同我们先前说过的，在竖拍的时候，这个位置刚好没问题。但是横向拍摄的时候，手会需要整个往左偏移，没这么顺手。对了，这个按钮也支援左右滑动调整变焦倍率，不过我还是觉得变焦就直接滑画面上的滚轮还是最顺手的。不过有一点 OPPO 调得不错，就是这个快门按钮的触发力道适中，所以轻按就可以快速按下快门，不容易产生手震问题。而在相机界面上，整体还是手机的 OPPO 风格，在设定中就可以开启经典好看的哈苏浮水印，并且你听，这个经典的快门音效也在 OPPO 跟哈苏联名的快门真的好听，非常疗愈。并且这次 OPPO 跟哈苏还推出了新的人像效果，叫做柔光人像模式，总共有朦胧、柔美、梦幻3档。开启后，整个画面风格有着非常强烈的朦胧氛围感，整个发丝和光影都蛮自然的，3档的氛围也完全不同。尤其是梦幻这档，在背对阳光下拍摄，可以重点看看这个发丝的呈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 Find X8 系列的哈苏人像模式，模拟的是哈苏 X2D 的自然虚化。简单介绍一下，哈苏 X2D 是一台拥有1亿画素的哈苏中片幅旗舰。之前有幸小小把玩了一下实机，拍出来的画面也真的蛮神的。快门我个人觉得也够销魂，不过机身加镜头一组至少40万起跳，停留在美好中就好。而 OPPO 和哈苏这次就是以 X2D 的散景风格进行调教。那我们这边也随手拍了一组哈苏 X2D 对比 Find X8 Pro 的样张。在直出风格上，的确好像有那么个几分神似 ，Find X8 Pro 的直出会更有气色一点。不过这就是趣味对比啦，看个风格就可以了。目前拍下来 ，Find X8 Pro 的人像画面感的确透着哈苏一直以来的更加真实自然的色彩科学，对比不会刻意拉高，显得过重。即使我们在拍这组样张的时候，都是顶着台北阴天，甚至有4台围绕，但实际样张在衣服和脸部的光影层次还是相当鲜明立体。另外，这次 OPPO 人像算法的表现很不错，尤其是这组眼镜侧脸样张中，苹果的 iPhone 16 Pro Max、Google Pixel 9 Pro XL， 甚至连人像算法很稳的三星 S24 Ultra 都在眼镜周围的处理上不约而同的产生了失误。目前测下来，只有 OPPO 是成功抠出来的。在发丝边缘的处理也足够自然，这边也再提供几组人像样张让大家参考。整体来说 ，OPPO 跟哈苏的人像模式一直都不是走浓烈的色彩风格，也不会过分拉高对比，刻意凸显主体张力，而是在真实自然的基础上，透过明暗呈现，让主体更加鲜明。不过在实际体验中，这颗3倍在低光下会有可见的画质下降，但是对比 S24 Ultra 这颗3倍，或是根本没有3倍的 iPhone 16 Pro Max， 在画质上还是足够可用的。
这次还有个新玩法是 OPPO 在滤镜风格当中加入了类似富士经典的 CC、NC、NH 3款底片风格滤镜，这边也提供一组样张供大家参考。还有一个玩法，在拍照模式之下，只要向上滑动，就可以看到舞台演出、夕阳剪影、绚烂烟火3种手动选择的场景模式。比如说，在舞台演出模式下，整体的曝光和快门速度都会更加保守，不会刻意为了进光量拉高，让你在拍演唱会这种复杂场景的时候有更高的成功率。此外 ，Find X8 Pro 也主打抓拍功能，经过我们实测，这次的抓拍成功率的确很高，即使在阴天之下，面对荡秋千高速移动的画面也很 OK。需要理清的是 ，OPPO 主打的不是超高速连拍，但是印象深刻的是，这个高速抓拍的成功率非常高啊，随手按了43张，几乎做到了张张可用的状态。接着，我们来看这次主打的长焦表现。很多人会问说，长焦真的用得到吗？当然用得到。我觉得会觉得长焦用不到的朋友，通常是因为手机还没有一颗好用的长焦。比如说，前面的人像样张已经看多了，几乎都是透过3倍长焦拍出来的，所以3倍拿来拍凸显主体的构图，拿来拍人是真的实用好看。其实你看很多教大家怎么拍人像的影音，都是首选2倍、3倍、3.5倍，也就是对应50到85mm 的焦段，反而1倍是最少用到的。这边也提供一组1倍对比3倍的画面感就很明确了。而在望远表现上，现在最盛行的除了拍远处、拍风景之外，其实最大宗就是拿来拍演唱会。原因是现在很多演唱会都是规定不能带相机，但是可以用手机拍，甚至有很多人去租长焦厉害的手机来拍演唱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并且 Find X8 Pro 在高倍率之下也有锁定框做到加强稳定，让成功率更高。我们这边也提供2组样张，实际对比 S24 Ultra 以及 iPhone 16 Pro Max 各个望远焦段下的表现，让大家参考。而在录影表现上，目前玩下来 ，Find X8 Pro 的录影表现与当年 X6 进步非常明显啊，并且这次透过内建相机就可以做到全焦段 4K 60无缝变焦录影，并且不只是 4K 60，还可以同时开启杜比世界 HDR 录影，也就是你在 4K 60录影的状态下，可以一路从超广角切换到主镜头，再切到3倍长焦。最后切换到6倍长焦，做到最高18倍的远距录影，并且是全焦段都支援 4K 60杜比世界 HDR。虽然画面有比较明显的切换，但是4颗镜头录影表现都不错。过一阵子有带大家去看演唱会，再跟大家分享。这边也提供一组 4K 60录影样片供大家参考。整体来说 ，Find X8 Pro 目前玩下来，相机的确跟规格上预期的完全相同。它不是一支单点非常强的定位，但几乎是从拍景、拍人、录影、望远、超长焦、超广角都覆盖到，并且表现都在水准以上的机种。我觉得没有用上超大底这种吸睛规格，以旗舰来说是有点可惜。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有目的的去斟酌规格，去选择适当硬体配置的思路，最终做出自己想要的产品的表现。我觉得这次真的要说可惜的话，反而是没有长焦微距啦，但这点就看你是否有竞拍需求了。不过目前测下来，的确也如 OPPO 预期，在保有好看外观、镜头不过分凸起的前提下，整体的日夜拍效果，尤其双潜望以及终于上来的超广角表现，也都是这次的看点。尤其这颗3倍表现的确不错，虽然无法当成亮点宣传，但实际上这颗3倍真的蛮好拍的。相机先讲到这里，片尾会有大量跟今年旗舰对比的样张，大家可以完整参考。接着我们看到大家很关注的效能，邦林手上的 Find X8 Pro 与 Find X8 都是搭载发哥的巅峰之作天玑9400处理器，
采用目前最好的台积电3奈米工艺所打造。记忆体上，标准版搭配的是 LPDDR5X 12GB 的 RAM， 以及 UFS 4.0 256GB 的储存空间。而 Pro 版本则是 LPDDR5X 16GB 的 RAM， 以及 UFS 4.0 512GB 的储存空间。同时，今年 OPPO 也是跟随潮流，继续强打 OPPO AI， 包括先前就有的 AI 文章摘要、萤幕翻译、语音朗读、语音摘要等等。这次 OPPO 又新增了一堆 AI 功能，包括我个人今年最推的 Circle to Search，OPPO 叫做圈定即搜，也登上 Find X8 系列。这个功能真的是2024最真心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的 AI 功能，真的好用，用法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底部的小白条。接着出现这个魔幻的界面，就可以直接圈起来，透过 AI 辨识搜寻。比如说你在滑 IG 看到了一个酷东西，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没问题，圈起来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又或是你看到不会的单字，没问题，圈起来，马上翻译。如果整页都看不懂，也没问题，按这里直接整页翻译。另外，你还可以搭配相机使用，比如说你看到一栋感觉大有来头的建筑物，但是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没问题，直接打开相机，按住，圈起来，答案出现了。又或是看到外文菜单也没问题，打开相机，按这里，直接整张翻译。反正还是那句话，不知道的事情按住直接圈，相信我，人生真的会少很多问题。此外，这次还加入了 AI 文案助理，例如你想要在 Facebook 发一篇文、Gmail 传一封信，都可以直接拉出智慧侧边栏，找到 AI 文案助理，接着就出现文案创作、检查、改写3个选项。接着你就可以跟 AI 说你的写作需求，比如说告诉客户，因为台风的物流影响，可能会造成交货时间延后3天。接着这边就可以选择简洁、详细、礼貌3种文字风格，我选礼貌，开始产生。速度很快啊！如果满意的话，就直接复制，然后贴上。此外，你也可以再做一次文案检查，看看是否有建议的文字修正，或是做到文案改写，让 AI 继续写下去，缩写、扩写、润饰等等。我觉得这个扩写蛮厉害的，让整段文字变得更有人性的感觉。另外，在便条 App 当中有新的 AI 笔记助理，可以将做好的笔记一键智慧排版、润饰、缩写等等。另外还有 AI 聊天建议，也就是在聊天软体当中，像是 Line 简讯、Telegram 当中拉出侧边栏，系统就会自动辨识到画面上的聊天记录，然后自动生成回复建议。最后还有 AI 文件助理，只要透过内建档案 App 开启，就可以在左下角看到 AI 文件助理的选项，系统就可以自动理解整个档案的内容，并且及时产生摘要，无论中文、英文都可以，但是有最大3万字的篇幅限制。而在图像 AI 上，除了先前就有的 AI 人脸超高解析度、AI 闭眼修复、AI 橡皮擦 2.0、智慧魔术棒 2.0 之外，这次还加入了3个蛮实用的 AI 功能。只要在相簿当中点击编辑，这里就有 AI 图像助理的选项。第一个是 AI 画素超高解析度，简单说就是可以把低画质的照片透过 AI 算出一张高画质的照片。第二个是 AI 消除，这个之前有介绍过，最好用的地方就是可以一键把所有路人全部移除。接着是 AI 消除拖影，就是一些晃动产生的模糊照片 ，AI 也可以尝试修复。最后一个是 AI 消除反光，这个在动物园超好用，比如说这张一堆玻璃反光的照片，只要按下去，反光全部都消失了，非常好用。好 ，AI 讲完，最后的时间我们直接进入到效能实测环节。首先看到反映 CPU 效能的 Geekbench 6，Find X8 Pro 在预设的均衡模式下，单核拿下2223分，多核7363分。而若是开启高效能模式，则是可以进步解放到单核2885分，多核8806分。可以看到 ，OPPO 在均衡模式下的效能设定还是比较保守的，单核和多核都有20%左右的效能差距，需要手动切换到效能模式，系统才释放天玑9400的所有效能。而这个表现跟上一代的天玑9300 Plus 对比，大约有着单核38.2%，多核29%的明显效能提升。而在 GPU 表现上，我们就来看 Sunnymark Wildlife Stream，Find X8 Pro 拿下6595分，这个表现对比上一代天玑9300 Plus 大约有着31%的效能提升。
不过效能的重点还是要来看实战表现。本次邦尼的所有测试都尽可能将室内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。先来热个身，直接来跑效能测试软体原神。今年天玑9400真的很强啊，居然连均衡旗舰都可以做到原神一直线几乎全程跑满，平均59.6帧。重点是温控还很好，正面39.9度，背面38.5度。这次 Find X8 Pro 的效能真的惊喜，把9400发挥得不错。接着我们再来测另一款效能测试软体崩铁。Find X8 Pro 在最高画质连续玩半小时后，崩铁的 loading 就比较大了，但平均帧数还是非常稳，平均59.6帧。温控也很优秀，正面41.8度，背面39.8度。今年真的是安卓处理器大好的一年，加上这次 Find X8 Pro 相当起过往更开放的释放，居然连崩铁都能跑满，表现真的不错。而在续航力部分 ，Find X8 系列2只的电池都不算小，标准版当然是5630毫安时的电池，而 Pro 版就是搭载591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。而在续航表现上，经过邦尼实测，在全程 120Hz 模式中 ，Find X8 拿下12小时15分钟，而 Find X8 Pro 则是拿下13小时26分的表现。两款都可以达到日常使用1天1充的好表现，不用太担心。并且我们这边测的是强制全程 120Hz 的表现。事实上，在一般模式下 ，OPPO 会非常积极的调整萤幕更新率，达成省电。不过，身为旗舰 Find 系列 ，OPPO 就没有这么严格的锁定更新率了。并且在系统中也自定应用程式更新率的选项，可以强制把 App 的最大更新率调整为120Hz。虽然使用过程中还是会动态调节，但是当你快速滑动的时候，还是可以达到120Hz，用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而在充电表现上，这次两款不分 Pro 不 Pro 都支援最高80瓦的有线快充以及50瓦的无线闪充。经过邦尼实测，透过原厂随附的80瓦充电器 ，Find X8 和 X8 Pro 都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充满66%。而完整充满 Find X8 倒是55分钟充满，电池比较大的 Find X8 Pro 则是58分钟完成充电。不过随着电池电量加大，整体的充电时间也需要拉长到1个小时左右。而在系统上，同样支援脸部和光学指纹2种生物辨识，不过指纹放在靠下的位置有些可惜，指纹和脸部的解锁速度都很快，所以一般还不用按指纹就已经解锁成功了。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你在分享档案的时候，这边还会出现一个 iPhone 互传的功能。不过 iPhone 端会需要下载 O Plus 互联的 App 才可以做到互传。接着你就可以一键从 OPPO 手机上把档案传到 Apple 手机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影音娱乐，这一次在两款机型上 ，OPPO 选择了2块完全不同的荧幕。首先看到 Find X8 Pro 这边，采用的是一块6.78寸 1.5K 解析度，并且支援1到120Hz 动态更新率调节的 AMOLED 荧幕。亮点在玻璃上 ，OPPO 选用了先前评价很好的悬浮微曲荧幕设计，也就是荧幕的4边都做了微曲处理，在手感上非常圆润好握。重点是所有的显示画面都在微曲的范围之内。所以不用怕曲面误触或是显示色偏的问题，算是近期越来越多旗舰选择的主流设计，拥有曲面的质感，但不影响使用体验。而在 Find X8 这边，则采用了一块6.59寸，同样 1.5K 解析度的120Hz AMOLED 荧幕，不过这块就不支援 LTPO 了，但是在系统当中还是有自动调整更新率的软体设计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2块荧幕 OPPO 都压上了超通透钻石荧幕，并且支援熄灯护眼的字样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超通透钻石荧幕代表的就是这2块荧幕都可以达到4500尼特的超高峰值亮度。那我们也不废话，直接来测荧幕亮度。这2块荧幕在强光1%的显示面积下，可以分别达到标准版 Find X8 1665尼特、Find X8 Pro 1935尼特的亮度。不过相较起峰值，我们还是更关心强光全白最大亮度这个指标，更能代表在大太阳下是否足够清晰。经过我们实测，标准版 Find X8 可以达到1780尼特。Find X8 Pro 可以达到1746尼特，两台的亮度都达到第一梯队的水准，没有太大问题。而所谓的熄灯护眼，其实讲的就是各种护眼方案，包括2块萤幕都支援硬体及低蓝光，并且经过我们实测 ，Find X8 拥有大约3840Hz 的高频 PWM 调光。Find X8 Pro 则是大约2160Hz 的高频 PWM 调光，并且2款都支援自适应色温以及护眼舒眠模式。不过，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这2块萤幕的显示效果如何，我们就拿出这套好几十万的设备来详测。
OPPO 今年稍微调整了色彩选项，改成了自然、专业、鲜明3档预设选择。那所有模式我们都测了，讲重点就好。简单一句话，如果你追求的是准确的萤幕表现，那就是直接选择专业模式即可。经过实测，受限于系统，目前我们只能先实测 CCT Delta E。经过我们测试 ，Find X8 Pro 的 CCT Delta E 为 2.2， 目前这块萤幕的 CCT 的确落在6500K 上下，不过因为白点略有偏移，所以无法达到我们希望的小于2的顶级表现。但其实就差一点点，有些小可惜。此外，经过我们实测，这2款都支援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，可以在 Netflix 正常触发 Dolby Vision 的 HDR 格式串流。而在音效上，2款都采用双喇叭配置，我们片尾也会提供一组实测供大家参考。这边也再提供几组日夜拍的对比，让大家参考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尽可能把重点都测完了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底下留言。最后，节目制作不易，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超级感谢按钮的方式，直接赞助我们，完成更多有价值的实测节目。谢谢你们，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